我们来设想一个场景啊，就是你在社交媒体上随手转发了一条帖子，这事儿我们可能每天都在做，对吧？对，太正常了。但就这么个动作，却可能让你坐牢。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一个真实的案子，一位叫陈京元的物理学博士，就因为在推特上转了些东西，被判了个寻衅滋事罪，关了1年8个月。这个案子确实特别值得我们拿出来好好聊一聊，因为你给我的这堆资料，它完全不是一个普通新闻报道那么简单。它就像一套多角度的摄像机，从法律、科学、历史，甚至你敢信吗？心理学的角度，把这事的里里外外都给拍下来了。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想和你一起把这些不同镜头里的画面全都看一遍，不光是搞清楚发生了什么，更想探索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儿，这背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系统在运作。对，你看我们手头有官方的法律文书、起诉书、判决书什么的，也有陈京元自己写的上诉状和自辩，但更有意思的是几份分析报告。一份用蝴蝶效应，就是那个混动理论，来解读整个司法系统；另一份呢，引用了历史学家余英时的思想，去探讨中国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几千年来的关系。哇，还有一份居然是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控辩双方的思维冲突。这听起来已经远远超出一个法律案件的范畴了。好吧，那我们开始吧，一层一层的拆开看看这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行，那我们先从最基本的事实开始。这个核心人物陈京元，他到底是谁？资料里说他是一位理学博士。对，理学博士，专业方向是非线性复杂系统理论。他自己管自己叫独立学者。非线性复杂系统，这个专业背景很重要吗？非常关键。你先记一下，他研究的就是复杂系统，这让他后来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那个思路和整个司法系统的逻辑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比。我们后面会聊到这个冲突有多激烈。好的，那整个事情的经过呢？他是怎么被抓的？2022年9月，陈京元在昆明被捕，罪名就是那个寻衅滋事。这个罪名我好像经常听到，很多人说他是个口袋罪，是吧？就是定义很模糊，什么都能往里装。没错，而指控他的核心行为就是他在2019年到2022年这几年，在推特上转的一些帖子。我看了一下材料里列的那些所谓的犯罪证据啊，有些甚至都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转发的，比如美国驻华使领馆这种官方机构账号发的东西。等等，转发官方机构发布的信息，这怎么能构成犯罪呢？这里面法院的判决逻辑是什么？我看到判决书里有段话，感觉是整个案子的核心。是，你肯定也注意到了。他说陈京元是博士，具有很高的学历和知识水平，所以他应能明辨是非。然后法院就根据这一点，直接认定他明知自己转发的信息是虚假的、有害的。对，你抓到重点了，这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其中一份法律分析报告就给这个逻辑起了个名字，叫高学历有罪论。高学历有罪论，等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学历高，所以我更容易被定罪。这个逻辑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这在法律上说得通吗？当然说不通，这在法理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正常的逻辑是什么？是检方你得拿出证据来证明当事人主观上确实知道这个信息是假的，而且故意要去传播它，造成危害，对吧？对啊。但现在法院没这么干，他跳过了证据，直接用你的身份来推断。他的逻辑就是你是个博士，你不可能不知道，所以你就是故意的。这不就是把一个人的教育背景变成了他不利的犯罪证据了吗？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太荒谬了。那他后来上诉了吧？结果怎么样？上诉了，但是二审法院连庭都没开，直接就是书面审理，然后驳回。理由呢？理由是上诉人未能提供新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无罪。等等，这不就等于说你人都被关在里面了，行动都受限了，还得自己去外面找新证据来证明自己没罪，这不全都反过来了吗？不应该是检方负责证明他有罪吗？你说的完全正确，这就是典型的举证责任导致。
这脱替违背了现代法治里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叫无罪推定。无罪推定。对，在被证明有罪之前，任何人都应该被假定为无罪。而这个案子里，这个原则被完全给颠倒了。好，基本事实已经够让人震惊的了。现在我们来看看更有意思的部分，就是你提到的那些不同镜头下的分析。有一份法律报告说，整个司法过程像一个环环相扣的法律错误链条。这个比喻很有意思。是的，这个比喻非常精准。这份报告把整个过程拆成了3环。第一环是作为地基的那个起诉书。地基？对，报告说这个地基是虚的，是建在沙滩上的，因为它只给出了一个结论，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但完全没有提供任何事实来支撑。怎么说？比如，他转的帖子到底被多少人看到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引发了什么样的混乱？有没有谁站出来说自己的生活被扰乱了？全都没有，一个字都没提。所以，一个没有事实支撑的指控，就是这个链条的开始。那第2环呢？第2环就是一审判决。这就好比是在这个沙滩地基上盖楼，他不仅全盘接受了起诉书的毛病，而且为了让这个楼看起来稳一点，还自己发明了一块砖。就是我们刚才聊的那个。没错，就是那个荒谬的高学历有罪论，用它强行证明陈金元的主观恶意。一个摇摇欲坠的楼，用一块荒谬的砖来加固。那最后一环呢？最后一环是2审裁定。报告形容它像一道铁闸。铁闸？对，它彻底放弃了作为上级法院应该审查下级法院错误的职责，就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粗暴的方式，要求被关押的被告人自己去提供新证据，把一审所有的错误都给固化了。这道铁闸一落下来，整个链条就锁死了。通过正常司法程序来纠错的大门也就彻底关上了。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错误链条的比喻，把整个过程的荒谬性说得特别清楚。它不是一个点上的错误，而是一个系统性的失灵。不过，接下来这个视角，我是真的没想到，一份报告居然用复杂性科学、用混沌理论来分析这个案子。这个分析角度确实非常独特，也很有启发性。他认为，我们不应该把一个国家的法治系统看成一套设定好程序的机器，那看成什么？它更像一个生态系统，一个复杂适应系统。生态系统？对。首先，他用了蝴蝶效应这个概念。你肯定记得，说巴西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能会在德州引发一场龙卷风。这份报告就认为，陈金元转发的那几条推特，就像是那只蝴蝶扇动的翅膀，本身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扰动。但是司法系统呢，用一种零容忍的态度做出了过度反应，把这个微小事件无限放大成了一场政治恐惧的飓风。我记得报告里还有一个词叫简化的暴力，这个说法也很有冲击力。是的，法院试图用一种非常简单粗暴的线性逻辑来处理这件事儿，就是你发了信息，信息扰乱了秩序，所以你犯罪了。但我们生活的真实社会是极其复杂的、非线性的。报告认为，用这种幼儿园水平的直线思维去切割复杂的现实，本身就是一种智力上的暴力，一种简化的暴力。那混沌理论里的混沌又是指什么？这听起来像是个坏词。恰恰相反，这个分析里有个更核心的概念，叫混沌边界。混沌边界。他说，一个健康的系统，不管是生态系统还是社会系统，它都需要在绝对的秩序和完全的混乱之间的一个地带运行。这个地带就叫混沌边界。听起来有点悬，能说的具体点吗？当然，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爵士乐队的即兴演奏。爵士乐队？对，如果完全没有章法，那就是纯粹的噪音，是彻底的混乱，对吧？但如果完全按照乐谱演奏，一个音都不能错，那就成了死板的交响乐，是僵化的秩序。我明白了。而爵士乐的魅力恰恰就在于乐手们在基本框架内的即兴发挥，那个充满创造力和活力的空间就是混沌边界。我明白了。
所以这份分析是说，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这种混沌边界来保持活力。完全正确。而这个案子的处理方式是试图消灭一切不确定的即兴的噪音，想把整个系统推向那种死寂的秩序。这表面上看起来是稳定了，但实际上却扼杀了整个系统的生命力和适应能力。哇哦，用混沌理论来分析一下就把格局打开了，它不再是一个人对错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健康与否的问题。这让我想到了另一份材料引用的历史学家余英时的思想，说这个案子呢，其实是中国知识人与权力关系这个几千年老故事的当代版本。没错，余英时先生一生都在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他特别强调一个概念，叫士道。士道，简单说就是古代的士，也就是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价值标准，他不能完全依附于权力，而是要凭着良知和真理说话。那这份分析认为，陈经元的案子和这个士道有什么关系？他认为，对陈经元的判决，本质上就是权力在用刑法的方式来压制这种独立的士人精神，目的就是让士失语，让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不敢再发声。所以，这不仅仅是对一个个体的不公，更是对整个社会文化精神的打击。报告里还提到了两种理性的冲突，叫政治理性和公共理性，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余应时先生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政治理性的目标很简单，就是维护统治秩序，追求稳定。说白了就是别给我添乱。而公共理性的目标是追求真理和正义，是让我们把事情弄清楚。我明白了。所以这份分析认为，法院的判决是政治理性压到了公共理性。完全正确。他认为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他考虑的根本不是事实和法理，而是维稳的需要。当一个社会政治理性可以随意压倒公共理性的时候，就可能进入一种余应时先生所说的制度化愚昧状态。制度化愚昧，也就是说，整个系统不再鼓励独立的思考和质疑，反而去奖励盲目的服从。一个简单的案子，竟然能牵扯出这么深远的历史文化脉络。我们已经从法律、系统科学和历史3个角度看过了。最后，这个心理学视角，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他把这件事看成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格和思维模式的冲突。对，这份报告的切入点非常微观，也很有趣。他说，这起冲突就像是两种典型人格的迎头相撞。一方是陈经元，他展现的是典型的学者型人格，心理学上叫大五人格。他有几个特点非常突出。第一是高开放性，对新思想、新事物充满好奇。第二是高尽责性，你看他为自己辩护时，逻辑非常严谨，一丝不苟。第三呢，就是高自主性，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好的，学者型人格，好奇、严谨、独立。那和他冲突的另一方呢？我抬正好相反。你说对了，另一方，也就是司法系统里处理这个案子的部分人员，则体现了另一种被称为威权主义人格的特征，特别是低开放性。也就是说，他们非常恐惧模糊和不确定的东西，尤其害怕意见。然后是高服从性，对上级的命令绝对遵从。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对认知闭合有高度的需求。认知闭合，这又是个专业名词。简单说，就是特别渴望得到一个简单、明确、非黑即白的答案。他们无法忍受复杂和不确定性。所以你看，一方是拥抱复杂、追求精确的学者，另一方是厌恶复杂、追求简单的权威执行者。这两种人碰到一起，简直就是火星撞地球。这不只是观点冲突，根本就是两种大脑操作系统的冲突。说得太对了。这份分析还引用了诺贝尔奖主丹尼尔·卡尼曼那本著名的书《思考快与慢》。这本书很有名。对，他说，陈经元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用的是他那套逻辑严密、需要耗费大量脑力的系统2，也就是慢思跑。他试图去分析、论证、澄清每一个细节。而法官和检察官呢？
他们更多依赖的是充满偏见、靠直觉和经验办事的系统一，也就是快思考。他们的系统里可能已经预设了转发这些东西的人就是坏人这种简单标签，所以这就造成了一场认知的悲剧。什么样的悲剧？陈金元越是理性的条分缕析的辩护，在对方那个快思考系统看来，就越像是在狡辩、在挑衅、在顽抗。他试图进行一场理性的对话，但对方根本就不在一个认识频道上。他的慢思考的所有努力，在一个只想要快速得出结论的快思考系统里，完全是无效的，甚至起了反作用。没错，今天我们真是进行了一场信息量巨大的探讨，从具体的法律条文一路聊到了系统科学的蝴蝶效应，再到中国几千年的士人精神，最后还深入到了两种大脑思维模式的冲突。是啊，你提供的这些材料放在一起看，共同揭示了一件事儿：陈金元的案子已经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不公遭遇了，他更像一面棱镜。当一束光照进去的时候，它折射出了我们这个社会系统在面对微小的扰动、独立的思想和复杂的现实时，最深层次的那些反应模式。而且我发现，用不同的分析工具，我们能从同一个事件里看到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个简单的转发行为，可以被看作是法律链条的断裂，可以被看作是系统活力的丧失，也可以被看作是文化精神的衰落，甚至是大脑思维的空吐。没错，这让我想起其中一份分析报告最后提到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工具，叫多伯特标准。多伯特标准？对，这是美国法庭上用来判断一项科学证据或者专家证词它是否可靠、能不能被采纳的一个标准。哦，这个标准具体要求什么？它有好几条，比如这个理论或证据是不是可以被检验和被证伪的，它有没有经过同好的评议，它已知的错误率是多少，等等。总之，它要求进入法庭的所谓科学证据，必须是经得起推敲的真科学，而不是伪科学或者主观臆断。那如果用这个多伯特标准来审视陈金元案里的那些证据呢？那份分析的结论很干脆，无论是警方梳理出来的所谓虚假信息，还是法院认定的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后果，都完全通不过多伯特标准的检验。他们更像是凭感觉和想象做出的断言，而不是可靠的证据。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是的，我们今天聊的所有分析，其实都是在用更严格的标准来审视这个案件。这让我想到，在一个信息像洪水一样向我们涌来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在形成自己的判断和信念时，我们的头脑里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类似多伯特标准的东西？一个自己思想的守门人？对。我们应该如何扮演好这个守门人，去审视那些每天涌入我们大脑的信息，确保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是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偏见、情绪或者恐惧之上。这是一个没有简单答案，但可能对我们每个人都至关重要的问题。